你知道台湾曾经有血牛这种职业吗？他们穿梭在各大医院卖血，抽个500cc 呢就可以赚别人快半个月的薪水，但现在却完全的销声匿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捐血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相信大家都听过。但你知道吗？这句话在台湾不仅仅只是一个口号，还是很多人身体力行的善事。在2022年呢，台湾的捐血率高达了 8%， 稳坐世界第一的宝座。不过这个厉害的成就呢，其实很年轻。在40年前台湾有很多的医院，如果需要输血，就必须要去找专门卖自己血的人，而他们呢又被称作是血牛。血牛因为频繁的抽血有的血液呢甚至已经比病人还要稀，但因为愿意卖的人很少，尽管品质不佳，医院还是只能够接受。那到底现在的制度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过程当中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就让我们在世界捐血人日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还在用3C 育儿吗？不如让芒狗狗成为你的育儿神队友吧！销售超过2万册的芒狗狗绘本，从日常的故事引导孩子认识挫折情绪、面对人际关系，还有家长最在意的吃蔬菜、刷牙等好习惯主题。另外呢，深受家长好评的《芒狗狗在哪里》游戏本，边玩边认识台湾场景，又能够练习专注力。少了刻板印象的故事，多了在地的美感，为学龄前的孩子打造全方位的主题。现在16本全套输入77推荐，现省3330元，就让芒狗狗取代3C，成为你的育儿神器吧。台湾的血库其实早在1955年就已经建立，当时透过美元，由红十字会呢在全台6个地方设置了血库，当时又叫做血液银行，而且为了鼓励大家捐血呢，甚至还会提供500元的营养金。不过民众普遍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捐血会伤害健康。实际上呢，愿意捐血的人并不多。当时的医疗用血呢，有90%都要靠血牛来供应。在1980年代，服务业的月薪呢大约是1万左右，但血牛抽个500cc 的血就有3到4千元的报酬，因此呢，很多家境不好、急需用钱的人就会选择去卖血。不过当时的医院各自为政，也没有机制可以落实抽血间隔。很多的血牛为了要赚钱可能早上在 A 医院抽血，下午呢又会去 B 医院卖血，甚至呢他们还发展出了频繁卖血的对策。有些血牛为了要应付高频率的抽血会在抽血之前呢，先花个几10块钱打一剂补血针，或者是吃一些补血药。如果想要再省一点点，则是会喝1大碗的盐水来稀释体内的血液浓度，所以才会有血牛抽出来的血呢比病患还要稀的情况。不过血液品质不佳还算是小问题，更糟糕的是有些血牛为了要赚钱隐瞒自己的病史，而当时医院呢又没有一致的检验标准，导致有些病患呢因为输血而被传染了疾病。此外，血牛要跟医院合作，通常呢需要透过一个称为是血牛头的中介角色，而他们的问题也很多。有些血牛头呢会跟黑道挂钩，如果有个体血牛呢不想要缴3到5成的中介费，就会被拳打脚踢，甚至还有血牛头呢直接跟血库的人员勾结，故意刁难个体的血牛，用低价收购他们的血，再赚取价差。种种的血牛乱象激起了很多人投入改革，而在这些人当中，必须要提的就是台湾的血液之母林妈利医师。林妈利医师呢，出生在台南的医生世家，就读医学院时呢，患有血液疾病，需要长期的输血。当时他靠着师长同学朋友们接力输血，才让疾病好转，也种下了他日后投身血液研究的种子。在1984年呢，林妈利医师从美国学医回台，发现台湾的血牛问题严重之外，就连医院对于血液的相关知识也不足，甚至有些医院呢还会将血液跟尿液、粪便之类的检体共用一台离心机。因此，林妈利医师成立了团队参与并且推动卫生署的国家血液政策。除了订定这个检验血液的标准，还建立了一致的输血制度。另外，他还承办了医院血库以及捐血机构的评鉴，协助全台湾的医院陆续的改用无偿捐血。在1992年之后，血牛从此在台湾绝迹。不过，没了血牛，要谁来捐血呢？这个问题跟我们小时候都很熟悉的孙叔叔有关。在1984年呢，当红艺人孙悦主动发起了快乐捐血人的活动，他邀请了很多艺人朋友拍广告、录歌曲，在那个电视呢只有老3台的年代不断的宣传捐血是健康的、神圣的。
在活动过后，全台湾的单月捐血量瞬间爆冲，远超过了历年的纪录，成功的扭转了大众对于捐血的负面观感。接着，在1991年由卫生署直接管辖的独立机构中华血液基金会成立，开始有计划的推动无偿捐血，让民众可以集点换纪念品之外，还举办了表扬大会，邀请总统接见绩优捐血人。再加上台湾当时经济起飞，民众手头比较宽裕，不只需要卖血为生的人变少了，也有更多人能够加入做公益的行列。从此捐血在台湾变成了一项全民运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高收入国家捐血率的中位数是 3.15%， 而只要达到 5% 就能够自给自足。而台湾在去年的捐血率超过了 8%， 不仅是历年最高，还是世界冠军。但问题就来了，既然台湾的捐血率很高，那为什么我们常常还是会听到在闹血荒呢？台湾的捐血率高，但是还是闹血荒可能有以下的2个原因。第一是血液基金会认为台湾的捐血状况容易受到假期的影响。举例来说，今年2月血荒超级严重，就是因为1月底的农历春节放了长假，造成了故地捐血的民众改变行程。而2月又有2个周末要补班，上班族也没有空捐血，导致当时的血液供应量只有平均的1/3。再来，因为台湾常常闹血荒台湾输血学会也回头检视医院的输血情况，发现相比于其他的国家台湾医院的输血量特别的多，有时候甚至是其他国家的2倍。输血学会的这个理事长推论可能是因为台湾的医师对于输血的判定比较宽松，才会出现这种现象。但他们也担心过度输血可能会带来风险，因此目前在推动病人用血管理，希望医生在必要的情况之下再帮病人输血。而最后，血液基金会也提醒大家不要一听到血荒就一窝蜂的跑去捐血，因为血液有保质期限，血量瞬间涌入不仅可能会过期浪费，在之后的捐血间隔时间还可能又会再次的造成血荒。因此建议民众能够定期捐血，就是最能够支持捐血制度的方法。不过，也有人批评动不动就闹血荒也可能是因为法规对于捐血的规定太过严格，让很多人想捐却不能捐。目前每一袋捐赠的血液在送到医院之前还必须要经过一连串的检验。除了验血型之外还要检验它是否有5种常见的血液传染疾病。只要是有一个结果是阳性的，那这袋血就不能够使用。但目前法规还是会针对某些风险比较高的行为去限制，例如刺青、有过1名以上的性伴侣，或者曾经去过疟疾疫区的国家等等，都会被要求暂缓1年再捐血。有人就很好奇而既然每一袋都会检验，为什么还要这么严格？这是因为即使目前采用的检验技术虽然可以有效的缩短 B 肝C 肝以及艾滋病毒的空窗期，但仍然有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此外像是疟疾基尼罗病毒，因为没有在检验的项目当中，才希望能够透过一些限制来保障受血者的安全。但我认为这个规定其实跟安全无关，单纯只是歧视。例如法规规定只要曾经有过男的性行为，无论有没有戴套，永远都不能够捐血。但曾经有过危险性行为、罹患过性病的人却只需要暂缓1年捐血，引来了很多人权团体的批评。在2018年时卫福部曾经考量到越来越多国家松绑了男同志的捐血规范，也预告要将男性行为的捐血限制改为暂缓5年捐血。但公告之后，反对的声浪强烈卫福部考量到各界的意见分歧，最后决定要再与相关单位讨论，目前仍然维持不能够捐血的规定。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特别的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而且今天这支影片的主题就是由会员许愿池投票选出来的，所以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或是有特别好奇的社会现象，都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每个月跟大家一起讨论票选有兴趣的主题。好的，那话说回来我们在研究这集之前只是偶尔在路上看到捐血一袋救人一命的广告，但从来没有想过台湾的捐血制度居然历经过这么大的变革，而其中民众的热血参与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不过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也发现虽然台湾的捐血率很高，但年轻族群的捐血比例一直在下降。20年前每4个17到20岁的青少年就有1个人捐过血，但现在只剩下11% 左右。有些推论认为是因为年轻人的作息不正常，以及喝茶咖啡的习惯让血红素过低不能够捐，或是因为年轻人怕痛才不想捐。但我们不是很同意这个看法，因为这个情况其实不只存在于年轻族群当中，不一定是主要原因。也可能是因为年轻人比较常出国刺青，即使想要捐也没有办法捐，或是因为捐血的宣传方式没有与时俱进，导致年轻族群不太清楚捐血的重要性等等。
总之哦，背后的因素呢，还有带更多的人一起来讨论，因此也很欢迎大家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哦。那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有捐过血吗？A 有，我是快乐捐血人呢，会固定的捐血。B 有，不过我只有想到的时候才会去捐，工作太忙了。C 没有，我看到那个很粗的针头真的会怕。D 没有，我想捐，但是身体状况或是法规不允许。以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血牛的历史。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秀场文化以及注音符号。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